斯好像变了，丝绒长裙只点缀蝴蝶结，纤细的小蛮腰好迷人。作为95后小花中的佼佼者，赵露思也是知名影视演员，你对她的印象如何？是不是像邻家姐姐一样可爱、青春靓丽呢？赵露思有着圆圆的脸蛋，笑起来的时候有着浅浅的酒窝，总给人一种特别温柔祥和的美。日常的穿衣搭配也很有少女感。当她换上一身黑色丝绒长裙时，真的像是变了一个人。赵露思好像变了。丝绒长裙只用蝴蝶结点缀，纤细的小蛮腰如此迷人。出席活动时，明星们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举止。就算平时喜欢俏皮可爱的少女风，该端庄优雅的时候也要撑场面。活动现场，赵露思身着一袭黑色丝绒连衣裙，优雅高贵的气质魅力十足。黑色高级贵气，丝绒面料增添奢华感。对于年轻的女生来说，想要凸显出更高级的气场，可以尝试搭配黑色的服饰。黑色利落帅气，可以弱化少女气息，更显成熟稳重的姿态。赵露思气质甜美，想要弱化少女感，在服装上下功夫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是年轻的女生，可以尝试穿深色的衣服，更显内敛高级的风格。黑色的丝绒面料优雅又不失奢华，年纪太小的女生可能买不起这种款式，因此在款式的选择上无需过于保守，可以加入更多俏皮时尚的小细节，呈现出更时尚的美感。其实赵露思这身黑色丝绒连衣裙也很时尚新颖，虽然颜色优雅高级，但剪裁上更显大胆个性。胸前点缀着小巧别致的蝴蝶结，凸显少女风，更符合她的年龄气质。背面搭配小镂空剪裁，勾勒出更加挺拔的轻盈美感。袖子的款式也比较独特，3分袖的长度点缀小喇叭袖，复古又可爱，尊贵与甜蜜的融合，自然。赵露思的这身黑色连衣裙也是非常修身的。虽然赵露思总是给人一种微胖的感觉，但是她的身材比例还是不错的。身穿黑色丝绒连衣裙的她，显得更加轻盈，分寸感也超强。尤其是纤细的小蛮腰和完美的腰臀比，真是让人羡慕。一直以为赵露思是肉肉的，没想到她的身材这么好。所以那些看起来微胖的妹子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尝试这种显瘦的深色系服装。年轻女孩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连衣裙？风格选择，学会扬长避短。年底了，宴席越来越多，女孩子一定要有一件可以穿出门外的连衣裙。那么年轻的女孩子应该如何选择一件适合自己的连衣裙呢？首先是着装款式的选择，我们必须学会扬长避短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形态特点，最重要的是要突出自己的优势，弥补自己的不足。就像赵露思这种微胖的妹子，看起来有点肉感，就可以选择深色系的连衣裙，更深的颜色更强烈，并且稍微更饱和，视觉上有一定的显瘦效果，不会放大身材的圆润度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直角肩天鹅颈的妹子，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一字肩或者抹胸的款式。如果你是腰部比较纤细的女生，可以尝试搭配露腰或者露肚脐的款式，更显身材优势。用细节装饰表达自己的品味。年轻的姑娘们在选择礼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选择过于简洁大方的款式，毕竟太素雅的款式很低调，容易淹没在人群中，更显不出青春的张力。赵露思非常了解自己的特点，她有点可爱和俏皮。她选择了一个小小的蝴蝶结元素作为点缀，搭配巧妙的镂空，活泼清新，更吸睛。礼服的细节可以有多种选择，比如领口的剪裁、裙子的设计、图案的修饰、刺绣的元素、亮片的点缀，都可以成为更加时尚吸睛的造型。除了像赵露思一样选择时髦的镂空，或者用蝴蝶结来点缀，腿长的妹子也可以试试开叉裙。喜欢明艳张扬的女生也可以用亮片来装饰，喜欢复古文艺的女生也可以融入刺绣元素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时尚知识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爱美的姑娘们。了解了适合年轻女孩的连衣裙后，应该如何选择搭配呢？每天分享时尚攻略，
喜欢的小可爱请关注。没想到吴磊下意识拒绝，扇了塌房演员一巴掌。何炅笑了。近日，吴磊、周雨彤为宣传新剧《原来是爱情》，现身芒果 TV 你好星期六，不仅向大家炫耀了自己的演技，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，还把那些今年崩塌的男演员的脸给砸了。这段下意识的言论与芒果台设置的游戏链接有关，与何炅的无意识引导有关。尊敬的评委们，请不要着急，请允许我慢慢讲。这期节目的主题是谈一场冬日暖暖的爱情，所以一开始吴磊和其他男嘉宾就用了男友视角。不得不说 ，Mango 的摄影师很厉害。吴磊一出场就露出阳光男孩般的笑容，立马有闺蜜的感觉。但当何炅无情揭穿镜头背后的秘密时，吴磊的搞笑人设却藏不住。每个男演员都有一个没有出现在荧幕上的女友搭档，牵着他们的手，一步步跟随着镜头。其他人的表现都比较正常，唯独吴磊被何炅调侃，好像跟老太过马路一样。仔细一看，是不是？不仅相隔1米的物理距离，连牵手都十分委婉。搞笑的背后，也能看出吴磊对女性的尊重，哪怕对方只是个外行，看在大明星的身份上，也不会做出什么小动作。而如果不是何炅提醒导演剪了这个片段，我们也看不到。所以即使在镜头外，吴磊也特别讲究比例，比那些表面君子要好得多。到了接下来的比赛环节，节目组规定每名男嘉宾配1名女嘉宾，共同演绎一段爱情偶像剧剧情。吴磊当场有些意外，下意识地对何炅说：“片场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戏外真的不行，挺尴尬的。”何炅闻言淡淡一笑，这话一语双关，也正是这话打了娱乐圈那些崩男星的脸。一些男演员在剧中表现得深情无私，甚至将情感延伸到戏外。他们在宣传的时候，为了营造 CP 感，采取了一些过于亲密的举措，却完全无视了女生的感受。而有的男星就厉害了，戏里演得别扭，戏外却把深情的角色演绎到极致，甚至还踩了几条船。也有一些男明星利用自己的偶像身份来玩弄女粉丝的感情。随着真人秀爱情节目的播出，我们也看到了不同演员对于女演员的不同分寸。这些不尊重女性、不重视女性感受的行为，都源于吴磊的一句话。他没有区分屏幕上和屏幕外人们。当然，也有人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但知行不一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途。吴磊在节目中解释得很好，什么叫戏里戏外？在搭档选择过程中，明眼人都知道，吴磊和周雨彤必须组 CP， 才能很好的宣传他们的剧。他坐在椅子上，稳如泰山，静观其变。如果他上前凑热闹，还能给综艺节目加分。不过他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他不想惹出额外的麻烦，所以悄悄地当了自己的观众。这让我想起魏英红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：做演员就是要看世界，把那些观察记在心里，遇到合适的角色再拿出来。吴磊5岁就开始演戏了，他很清楚综艺和演戏的区别，所以看别人演偶像剧的时候，先是一脸不可置信，然后就陷入了阴谋和他一起笑。如果说关晓彤是星期六你好中吃瓜女星的代表，那么吴磊就是星期六你好中吃瓜男演员的代表。别人的恋爱片段不是一起吃冰淇淋，很经典的购物车爆，但是轮到吴磊和周雨彤的时候，明显矜持了很多。拍综艺节目有些杂乱，但吴磊和周雨彤都很快融入了节目。就在感受不到两人之间的 CP 感时，吴磊按照剧情摸了摸周雨彤的脸，露出宠溺的笑容，最后还给了她一个男朋友式的拥抱。整个过程都是甜蜜的，没有任何过于亲密的动作，让我们意识到，其实言情剧不接吻也可以很甜，就像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爱情一样，有爱的人也能吸睛。看别人的戏，你是观众；如果你自己演，你就是演员。如果他们能像吴磊一样，不仅说话非常严谨，思路清晰，而且知行合一，那么娱乐圈中还会有关于他们的传奇。可惜已经晚了。写到最后，突然发现人真的很奇怪，他们可以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、苛刻的工资和艰苦的训练，
但是当一个人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就会进入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对现在的一切越来越知足，越来越感恩；一个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，总之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受过的苦，所以才错了。希望我们都是吴磊，清醒自觉，在人生的岔路口选择正确的道路。